欢迎来到 AutoLab， 我是主持人李俊伟。那提起水平对置发动机啊，懂一点车的朋友呢，就会想到保时捷911；那玩车的朋友呢，就会脱口而出斯巴鲁啊 JDM 精神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，其实中国品牌也有自己的第一台水平对置发动机，就搭载在我身旁这一台 PHEV 版本的仰望 U7 身上。那有人会说了啊，之前纯电版本的仰望 U7 我经常见啊，那混动版本的我感觉也长得差不多啊，其实非常好分辨。今天我就教会你。一、机盖区别。一、机盖上有2条金线的，不是混动版，而是纯电版，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二、大灯区别。第二，前大灯长得像仰望 U9 的这个时空之门的前大灯啊，那就是纯电版本的仰望 U7。那混动版本的仰望 U7 呢，反而前大灯会更加简洁一些。三、可变格栅。第三，低头一看啊，只要拥有可变格栅的，那就是 PHEV 版本的仰望 U7，反之就是纯电版的。四、车侧比例。那其实相比正面，只要侧面更加修长的，那就是混动版本的仰望 U7。因为混动版本啊，相比纯电版本，它的车长是增加了95毫米，轴距呢也是增加了40毫米，所以整个侧面看起来都会更加的修长一些。在造型上，仰望 U7 作为一台 D 级车啊，我觉得整个的运动感还是相当强的。车头非常的俯冲啊，有一种这种运动感的姿态。那并且呢，有很多的细节点缀，例如前铲有一整条碳纤维，那侧裙呢，碳纤维的面积也非常之大，从前面贯穿到后面。尤其是车尾啊，我相当喜欢，因为车尾呢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梯形的扩散器啊，那以及上面呢还会送给你一个电动升降的小尾翼。Nice。那作为一台 D 级车啊，仰望 U7 的内饰设计，我觉得也相当有仪式感。那首先呢，你抬手就可以使它电动门关上，当然你也可以踩刹车。那并且呢，在中控台上方呢，还有着这个单拿音响的一个单拿新旋啊，那这个音响转起来，我觉得也相当的漂亮。那并且呢，整个内饰的氛围感非常强。那第一就是豪华感，扑面而来的全部都是这种真皮的拼接，而且红黑双拼，就是这种运动型车典型的这种喜欢的一个氛围感。那以及呢，在真皮之外呢，还有着相当多的这种碳纤维的这个面板啊，从中控台一直延伸到你的门板上，所以整个内饰的战斗感相当之强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你会发觉整个内饰设计也是一种中国人喜欢的对称美学。那左右呢都有着一堆的这种屏幕也好，它的对称设计也好，主副驾都非常的齐平对正。那并且中间的方向盘呢，它也是一个对称美学的设计，左右两侧呢都有着相当多的这种实体按键啊，多功能的拓展键。那在当中呢，则是一个红色的启动按键，那这个呢就是点燃你的战斗气息。所以整个内饰的设计呢，我觉得无论从科技感还是它的豪华感上，我觉得都是相当之强的。所以这台看起来很豪华的 D 级车，开起来究竟是种什么感受呢？那今天开着这台仰望 U7 跑山啊，很多人第一反应会问，你为什么会选择开这台 D 级车跑山呢？那给大家先讲个故事啊。那平时我是base上海啊 ，Z4 的小跑车呢也放在上海使用。那逢年过节回家就会有小伙伴约我跑山，那我的选择就只有家里那一台保时捷帕拉梅拉，还是台行政加长版。那虽然说 D 级车无论是动力还是底盘，甚至胎宽啊，它都有运动性的天然优势，但是呢，我跟你说，保时捷这种还有一定的运动基因啊。我也很难想象开着一台这个车长有着5.2米，然后吨位有着2吨多的这样一台 D 级车 P1 是一种什么感觉。但是今天呢，我觉得仰望 U7 给了我一些全新的体验。那首先云辇 Z 的这个底盘能力的确非常强。那主动底盘呢，从气动再到液压，再到现在电气化，那从 W220 的这个 ABC 的悬架啊，到保时捷现在的 BAR， 那悬架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，但是功率也在不断提升。哪怕是保时捷帕拉梅拉，也只能在混动版上面进行选装啊，选装价格10万块，功率30千瓦。而今天呢，我们开的这台仰望 U7 单个的悬架功率就只有50千瓦，那4个悬架加起来它就是200千瓦的功率，所以这个对于电池电控都有着不小的考验。那它的能力有多强呢？那首先在体验上啊，我觉得这套悬架呢不是单纯的软或者硬啊，那对于路面的大部分颠簸呢，的确吸收的很到位。那在悬浮模式下又有着一定的隔绝感啊，在不同的模式下呢，它有着属于它自己的支撑性啊，但是啊，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在山路上。这套悬架是有信心支撑你把这台车开得非常快的啊，同时呢保留了非常清晰的这个路感啊，
这一点很重要。那有时候呢，我甚至觉得它不是一台就简简单单的 D 级车，而像是一台轿跑的这种底盘的风格啊。那并且它在当中有一个叫做副侧倾的模式，其实这个模式啊，我觉得非常适合你带着家人舒舒服服的去跑山啊。也就是说你在山路上不想激烈驾驶的时候，带着家人，它绝对给你的是一个非常相当平稳的这样一个体验感。那在动力上呢，作为 PHEV 的版本啊，这台发动机的存在感不能说完全没有，但是相比其他发动机的确很弱。那无论是混动版还是纯电版的，其实仰望 U7 啊，它都有1300多匹马力，0-100加速都可以做到2.9秒的水平。但这台发动机我觉得最厉害的是，在保证了这种低重心的操控质感的同时啊，它哪怕在亏电状态下，也可以让这台车的0-100保持一个4.1秒的这样一个加速水平。我觉得这一点相当厉害。那有人就会问了啊，那混动版的仰望 U7 和纯电版的仰望 U7 开起来的区别大不大？那我今天都开了一下，我的感觉是总体来说没有太过于明显的区别啊。PHEV 的最大的感受呢，就是我觉得它悬架支撑会更加足一些，除此之外区别不大。那终于啊，我们到了追光计划的山顶了。那现在真的是一览众山小的感觉，那底下全都是莫干山啊。那开一台 D 级车跑山，其实真的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以往啊，你很难想象你要开着2吨多的大家伙在山路上驰骋。那这台车呢，无论是它的底盘技术，还是它的动力储备，都非常的高深莫测。这仿佛让我回到了很多年前的这种 D 级车时代，就像你去买一台奔驰的 S600一样，那个马力呢，你可以不用，但是不能没有。那现在无论是马力还是它的底盘，都给你储备的非常的高深莫测，所以这台车跑山真的很特别，有机会你们一定要来体验一下。那并且呢，仰望 U7 这台车呢，无论是它的这个混动版本还是纯电版本，其实它都给了你云辇 Z， 给了你后轮转向，给了你E4方啊，所以它并没有做一些这种不同平台的这种区分啊。那该有的，无论你买哪一个版本都可以选择到。所以你们买的话，会买哪一个版本呢？